大家好，这部影片有实验与玩乐的性质就看细心的人能否看出其间的差异就是了。利用铁网晒干杂草，或说是晾干的效果也不错了。不过这日前使用水池里黑泥浆做的防火墙经过日照晒干后，竟然变成白色了。姑且不论土壤肥沃与否很大的好处是特别扎实紧密据说古早时候的房子墙壁会掺杂牛粪而这黑色淤泥不知是否经由水里的土丝不断扰动后，也产生了异曲同工的特殊效果而日前利用水池里淤泥进行灌浆，分隔出两槽在拆除模板时也就特别小心因为下方只是用土壤与淤泥堆砌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倒塌了。但是将两侧都拆除后效果比一开始的预期还好于是继续再次将防火墙进行垫高在垫高过程顺道将发现的现象进行修正这涂抹上去的淤泥结构跟田里的土壤有一点不同虽然会变得比较紧密扎实但是干掉后会变成硬块而出现许多裂缝因此垫高的过程还必须将侧边的缝隙补上避免火势过大时火从缝隙钻出去这样一层一层慢慢补上去在填补的过程不需要等到这些泥浆干掉急着做的话大约只要6-7分干就可以继续补上去了。这样蓄水池的淤泥也可以再次得到清淤增加蓄水的效果前面的步骤其实很像是在把玩着大型粘土的感觉眼前这粗大的木头则是另类的降龙木这是修剪龙眼树时留下的木头由于这底下空气可以轻松进气所以点火特别容易只要直接点燃比较干燥的杂草就可以烧起来了。而都已经动用到大块的木头觉得有趣的事情当然就值得尝试看看毕竟如果觉得有趣都不愿意尝试那就只能一直做觉得无聊的事情了。言教不如身教立即来增添一些娱乐性顺道进行烤芋头的活动芋头采收时间只要别在连续降雨后芋头的大小吃起来差异性就会感觉不大，这也是小芋头可以热卖的原因另外由于芋头会不断长出幼苗不断进行移植的结果已经消耗掉不少菜床了。应该不用1个月天气转热后这区域就是一片绿地了。而会种这么多芋头的另外一个原因除了芋头是长天期耐旱又耐湿的作物这样的效果更可以让地底的蚯蚓生活得更为舒服算是另类夏天养地的方式由于目前芋头的叶片还不够大，不方便使用叶片直接包覆打算包上铝箔纸后就直接摆在火源旁边烧烤越大颗的芋头摆在越靠近火源中间而这些割下的芋头叶片又摆在铁网上曝晒就直接又进入了草木灰的制作循环中经过30分钟的火烤后小
颗的芋头就可以直接尝鲜了。这经过火烤后呢，芋头的香味更为明显啊。唯一的缺点是芋头虽然很香哈，但是不像地瓜直接带有甜味啊，得搭上蒜头酱油呢，风味才有办法提升一个档次啊。切开芋头红红的位置呢，是芋头上方最细嫩的位置啊。小颗的芋头直接带回家当午餐加菜哈，大颗的芋头呢，则让它继续烧烤了。下午再过来时呢，铁网只剩下还有一段龙眼木还没有烧完啊。龙眼木这样的小火烧烤方式呢，真的是很耐烧了，一块就可以烧好几个小时。至于烧出的草木灰呢，大都掉到下方的凹槽里了。这是目前小火慢烤制作草木灰的过程啊。当有风的时候呢，可以将燃烧的位置摆到中央的位置哈，使用小火慢烧就好了。另外，若是要做成生物炭呢，则需要提早灭火即可哈。谢谢收看。